温情眼神复杂地看着蓝忘机，没想到这大名鼎鼎的寒光君还是一个情种，竟然想为了魏无羡去挖了江婉莹的丹田。摇了摇头，他的丹田处被开了一次，再被打开，对他伤害更大，还不如让他以怨气承担。蓝忘机有些低落地低下头，道：“多谢。”走到了魏无羡的身边，他的魏婴突然性格大变，他很担心。阿愿对着蓝忘机开了一句：“爹爹。”魏无羡有些不开心：“好啊，阿愿，我让你叫我爹，你怎么都不叫？怎么见到蓝湛你就叫了？”阿愿萌萌地指着蓝忘机：“爹爹。”又指着魏无羡：“阿娘。”魏无羡一愣，指了指自己：“我，阿娘，你看到我威武雄壮的身材了吗？哪里像阿娘？”温情突然嗤笑道：“就你，威武雄壮，瘦得皮包骨了都。”温宁磕磕巴巴道：“公子，我们去检查寮先住下吧。”魏无羡唇角微微上扬：“行吧，我的夫人应该累了，就勉强去那里休息一下。”转过头，用食指勾了一下蓝忘机的下巴：“夫人，就委屈你跟我住一下了，不过你放心，乱葬岗云深不知处很快就建好。”蓝忘机认魏无羡勾他下巴，点头：“好。”牵住魏无羡的手哄道：“魏婴，走吧。”魏无羡有些害羞，但是又要装出一副自己身经百战的样子：“呵，就知道你在找借口牵我的手。呵，男人，我就满足你吧。”蓝忘机无奈地低下头轻笑了一声：“我就是在借口牵你的手。”温情捂了捂胸口：“太恶心了。魏无羡这个病我一定要想办法治好，说的都是一堆什么乱七八糟的。”温宁的表情也有些一言难尽：“公子他真的好奇怪。”温家50几口加上望县就在夷陵检查寮住了一下来，本来这里就是温家的一部分之一，装修什么都很大气，就是战争的缘故导致这里有着破败。可是魏无羡手里有了仙门百家上的功，有钱极了，直接雇了一些人修缮检查寮，还重新买了一块大牌匾。魏无羡大笔一挥，写上了夷陵老祖别院。温情，医书呢？快，他要继续学习医术。蓝忘机在百家的上供中，并未发现属于蓝家和聂家的东西，还在疑惑着魏无羡好像没发现的样子。没想到的是，魏无羡早就派了他手下的数万厉鬼去了云深不知处和不净室，现在2个修真界有名的仙府已经被围了5日了。魏无羡看到了蓝家和聂家的东西，打了一个响指，为云深不知处和不净室的数万厉鬼瞬间消失不见。蓝曦臣叹了一口气，终于可以出门了。蓝启仁翻了一个白眼：“你要去哪？”蓝曦臣：“去找阿瑶啊。”蓝启仁：“找个屁！现在魏无羡突然变得这么强势，你还去金家？怎么，你是觉得魏无羡不会对蓝氏动手？”蓝曦臣犹豫道：“忘机。”蓝启仁嗤笑：“忘机？刚刚消失的厉鬼，你没看到？忘机在魏无羡那的日子过得肯定也不太好，你还是别给忘机添麻烦了。若是那魏无羡发了疯，为难忘机，那该怎么办？”蓝曦臣脑袋里还是自动出现了小可怜蓝忘机被大坏蛋魏无羡搓磨的样子，吓得他赶紧走回了韩氏。他不去了，再也不去了。什么阿瑶不阿瑶的，忘机最重要。蓝启仁看着夷陵的方向，轻声道：“忘机，希望你不要像你父亲一样，好好珍惜吧。”摇了摇头，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以后是好是坏，就看他自己了。他这个叔父什么都帮不上了。转眼便是1个月了，乱葬岗变了一副样子。魏无羡直接把乱葬岗上所有的怨气赶到了后山，最前面的那座山竟然一丝怨气也没有了。凶尸厉鬼们真的1比1复刻了云深不知处，这群厉鬼中自然有属于蓝氏的鬼，所以他们复刻的几乎一模一样。云深不知处的房子都是用檀木或者是别的什么昂贵木料建成的，可是乱葬岗附近根本没有。乱葬岗深处有一种被怨气浸染几百年的黑色无叶大树，魏无羡直接让凶尸厉鬼们砍了做房子。让人没想到的是，这种木头砍下来居然散发的不是怨气，而是灵气，直接改变了乱葬岗小云深没有灵气的大问题。蓝忘机把蓝曦臣给他拿的原本他净室的东西放到了这个净室里，挂好了蓝白帷帐的房间，真的与他在姑苏的一模一样。魏无羡的意道：“喜欢吗？这就是我为你承包的鱼塘。”
蓝忘机摸了摸魏无羡的头发，魏婴，没有鱼，这是我们的家。这1个月，魏婴一直是这个状态，也不知会不会有什么隐患。魏无羡突然感觉自己好恶心，不自觉地干呕了一声。蓝忘机紧张道：“怎么了？”魏无羡现在根本说不出话，他更恶心了，不停地干呕，酸水已经反到了嗓子眼了。蓝忘机直接横抱起魏无羡，冲进了小云深的医药堂。温情还在收拾呢，就发现蓝忘机抱着魏无羡就冲进来了。温情也有些紧张，赶紧为魏无羡把脉。温情开始怀疑人生了，重复的把了好几次，不敢置信的开口：“魏无羡，你确定是男子吧？”魏无羡挑眉：“不然。”